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立陶宛政府日前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外交部周四深夜就此发表谈话。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对事件作出回应，表示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为恶劣。台湾当局妄图挟洋谋独，注定失败。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对于中方会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赵立坚表示，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自取，必将自食其果。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也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企图，在国际上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分裂国家的行径，其伎俩包括设立有关机构、更改有关名称、拉拢渗透有关国家政要、编织谎言、散布台独言论等等。对于各种谋独行径，我们坚决反对，并将坚决打击。朱凤莲说，我们坚决反对我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敦促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在支持纵容台独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台当局上一次在欧洲国家设立所谓代表处，还是18年前在斯洛伐克，名为驻斯洛伐克台北代表处，并未使用台湾字样。事实上，台湾在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设立的联络机构使用的都是台北代表处的名称，以避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立陶宛在美方的唆使下，与台独势力勾连，玩弄机构名称小把戏，挑衅一个中国政策，借着打台湾牌来显示他的反共立场啊，包括其实也是反华。那么在立陶宛国内应该说是一种政治正确。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2年立陶宛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就是倒向美国。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包括在反俄这个问题上，表现的是非常出挑，其实也是为了引起美国的注意或者换取美国的支持。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设立代表处这个问题上，看来立陶宛当局是准备是一意孤行了。那背后其实也有美国的支持和鼓励，所以多重因素之下，我们看到基本上可以确定，在这个问题上，立陶宛很有可能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根据中立双方1991年签署的建交公报，立方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承诺不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同时，立陶宛是欧盟成员国，必须遵守中欧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一致共识。今年以来，立方基于自身诉求，紧跟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政策，频频打台湾牌挑衅中方。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曾直言，立陶宛希望他对中国的立场能引起华盛顿的注意。今年7月，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突破不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的底线。作为警告，中方8月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方召回驻华大使，立即纠正错误决定。如今，立方一意孤行，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对中方进行冒险挑衅，这充分暴露出立陶宛政客的战略短视。人民日报周五发表终生署名文章指出，立方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是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立陶宛政府似乎认为可以通过打台湾牌损害中国的利益，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立陶宛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为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并借此捞取一些政治资本。然而，立方此举只会自食恶果。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欧洲政客也违背一中原则，与台独势力勾连。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近日在布鲁塞尔表示，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高度敏感。欧盟对台湾问题的承诺对欧盟及成员国构成法定义务和约束，欧方应言而有信。张明特别提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1975年访华，与中方就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达成一致。在台湾问题上，索姆斯表示，欧共体的所有成员国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就台湾问题采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接受的立场。依照这些立场，欧共体应该不同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
不过，发展良好的欧中关系仍然是欧洲对外政策的重要选择。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欧盟近日推迟了一项与台湾提升经贸关系的机密计划，而这发生在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10月底率团窜访欧洲，以及本月初7名欧洲议会议员窜访台湾后不久，表明欧盟内部对如何最好地平衡与台北和北京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报道指，欧盟贸易委员会原本计划于上周五宣布就经贸议题与台湾进行沟通的新战略形势，内容包括举行更多定期会议，在半导体等特定领域展开合作，高级官员的更多访问等等。但在最后一刻，欧盟贸易委员会决定对这份公告按下暂停键。其实欧盟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能够跟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但是像有一两个立陶宛这样的国家在里边不断的在搅局，在闹事儿，那么欧盟有的时候它为了保持所谓的就是内部的一致性，那么它也必须要做一些表态。我们看来是属于一种由于不断手鼠两端的这么一种境地。那么一方面他们是真心希望能够维持跟中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的话又不愿意欧盟这些自己内部的国家来唱对台戏，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些举措上现在只能是进行一定的调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这份公告的推动方实际是一向冲在反华前线的欧洲议会，但负责具体政策的欧盟层面则慎重得多。欧盟竞争事务专员马格特·维斯塔格上月曾强调，欧盟将继续把与台湾的关系限制在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内。观察指出，在今年上半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陷入低谷。近期，欧盟试图缓和对华关系，但欧洲议会一直在推动的涉台事宜显然将毒化中欧关系。一些欧盟高层担心，追求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可能会危及欧中之间的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外交部发言人就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发表的谈话，你有哪些观察与思考呢？我注意到外交部的这次的说法已经不再是一般性的原则性的表态，而是在措辞上异常的强硬与激烈。我认为中方反应异常激烈的原因就在于，这是蔡英文当局勾结立陶宛政府在外事与国际层面就台湾的名称与政治定位问题，第一次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开突破。我们知道，此前台湾地区在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其名称一般为台北驻某某国经贸文化代表处，而现在这个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样一个名称，这不仅脱离了一个中国的框架，而且违反了岛内现行的基本法律与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不仅谴责立陶宛此举的性质极为恶劣，而且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这个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中方有可能会采取比召回驻立陶宛大使更为激烈的反制动作，让我们拭目以待。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欧盟推迟了一项与台湾提升经贸关系的机密计划，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由于台湾与欧盟都是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且都是 WTO 成员，他们之间的经贸往来并不存在着什么制度上的障碍。也就是说，台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无名有实。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当局谋求跟欧盟签订所谓的台欧投资协定，着眼的其实不是经济，而是要突破一中原则，跟欧盟发生所谓的官方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放了两句重话。其一是，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欧建立外交关系和开展合作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其二是，看起来欧洲有些人低估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我想所有的明眼人都能掂量出这两句话背后的分量。它意味着，假如欧盟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中欧关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难以预料了。那么欧盟在洽签所谓的台欧投资协定上临时紧急刹车的行为，也透露出了这么几个信号：一是中国对欧盟发出的警告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二是说明欧盟还是顾及中欧关系，
尤其是顾及中欧之间经济利益的。3是说明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内部还是有一股力量能够制约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激进势力的。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